准备开始这个面试，那选的难度吧，好吧，简单、中等、困难、地狱，要哪个难度？那就地狱吧，不会我就过了，就下一题。不是，你确定你要地狱的？嗯，你很勇哦，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那我们开始啊，你这个简历错落有致的加粗了很多的内容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些加粗的内容都是你准备过的吗？就是你觉得自己对这些技术掌握的都比较深刻？只能说了解过，了解的不深。那这么多技术里面，如果我让你挑一个你认为比较有难度的，并且你又比较熟悉的技术，你会挑哪一个？对吧？这么多黑的，我看都看不过来。虚拟机吧，虚拟什么JVM。？JVM 是吧？行，那就聊一聊 JVM 吧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实际线上的 JVM 调优的经历吗？有的。这个货柜系统，因为我们的那个饭堂是11点半才开门的，就那些有些员工下班了之后，他就进不去饭堂，但是他就买水，就我们去我们那个货柜，我们就摆了200台在我们园区试点，而当时就可能比较高的并发量，然后就导致这个服务器撑不住了，就频繁的负 GC，然后我们就收到这个告警系统，然后我和 Mentor 就看了一下，就发现是这个频繁负 GC 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 JVM 的内存结构，所以不是分新生代老年代嘛，我们把这个新生代老年代的那个比例调成1:1，购买完毕之后那个对象就销售嘛，当时我们就是频繁的创建那个对象，所以来不及垃圾回收就直接进那个老年代了。除了把这个新生代和老年代1:1之外，还把那个幸存者区和伊甸园区调成2:1的那个区间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节省了对象频繁创建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提到说是有 mentor 带你一块儿去，负责这个 JVM 调优嘛？那具体你做了哪些事情呢？所有的方案都是 mentor 给的吗？就这个调优，我们是一起讨论的嘛。所以其实你们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调整了新生代、老年代的这个内存的占比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具体有分析出来说是什么对象它比较占用这个内存结构？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解决方案，不调整这个代的占比能解决吗？这是我们事中的解决方法嘛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前的准备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事前的准备，没有预判到这个热点嘛，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场景。我们如果在事前预判到这个热点，就比如像我们的伙伴匹配系统，不是有个缓存预热嘛，用户数据预热在那个界面上，如果我们预判到这个场景的话，我们可以加机器嘛，扩容，在业务高峰的时候扩容就可以，就多几个实例，就可以避免这次事故了。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访问量比较大，对吧？导致这个 JVM 满了，然后或者说什么垃圾回收啊，什么对象没有及时释放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是因为我们那个对象一开始是进我们新生代嘛，但是新生代那个本来的区间不是8:1:1吗？就是我们要进，然后垃圾回收器在新生代是那个复制算法，回收完之后还大于那个幸存者区，它就会直接进入老年代，所以才进入这个负 GC， 可能比较紧张，然后没有说清楚的。如果说只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你就把整个 JVM 的配置改了，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器上的其他业务会受影响呢？这个应该我当时没有考虑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业务是一个分布式系统、微服务系统，就每个服务都有一台实例的，每个服务都各司其职嘛，就服务器压力，就不会影响到别的服务器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调整 JVM 参数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谨慎去做决定的一个事情。一般情况下，能通过业务代码解决的问题，不太建议去改 JVM，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如果你的一个服务器上有很多不同的功能，也许你这个功能它占用了很多的这个内存的空间，那你为了这个功能去调整了 JVM，会不会其他的功能受到影响？那我觉得这个点，像这位同学说他用了微服务啊，你的那个功能它就是对应这一个 JVM，那其实这里也是合理的。其实我刚刚也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说有没有分析过是什么对象，它导致了这个 JVM 对内存的溢出也好，或者说不够，有没有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对象？当时定位到是那个购买的那个对象嘛，因为是货柜嘛，智能货柜不是就是那种即拿即取即拿的那种，我们会扫码会有一个免密支付的那个验签，然后我们就会，然后就验签过后就创建
对象去拿这个，就进入这个流程。我们定位到是这个用户对象比较多。那这个对象信息是具体存了什么结构？就为什么它会占用这么多的内存，以及为什么它没有被及时释放？我当时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新生代那个空间是因为8:1:1嘛，就是那个8就是创建对象之后垃圾回收完之后就大于那个幸存者区那个空间，所以进入不了那个幸存者区，不能增加那个分代年龄，所以就直接进入老年代了。不是代码问题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因这个空间分配不均匀。然后因为其实审批下来一个服务器比较贵，比较有流程的嘛，我们为了就尽快解决这个 bug， 也不叫 bug 吧，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就直接调整的比较快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如果你们的并发再高一点，这个问题还会出现吗？会吧，会吧，我觉得。为什么不会？我这个没有想到。行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是怎么找到是哪个对象占用了比较多的内存，或者没有及时回收？具体是用什么工具或者什么流程去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？我们有那个线上告警的那个监控系统嘛，应该是也是基于阿尔萨斯。OK，所以其实是用了你们公司自己的平台，这个平台已经帮你定位到是这个对象这个问题了。对，如果要我们自己实现，要我实现的话，就有那个把那个对象给 down 下来嘛，然后就用一些调优工具，比如说追 map 啊、追 console 啊，还有 visual VN 那些之类的。MAT 有用过吗？MAT 追 map 嘛？不是，MAT 是那个 Eclipse 的一个内存分析工具。自己没有用过，对，没有用过，就平时自己的项目也不会用。这个是真话，一般大家自己做项目是不太可能去用这东西去分析的。整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我能够给到60到70分，就大于50分，是因为我觉得他说清楚了。然后这个场景确实，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公司经历过的。那唯一不太足的地方就是，可能因为是实习生嘛，再加上公司已经提供了现成的工具，那自主思考、自主定位啊，这些就是没有经历过、没有接触过。那之后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就是自己走一遍这个内存分析的流程，比如把内存 dump 到工具里面，对吧？然后 dump 导入到工具之后呢，你就能看到到底是哪个对象它占用了比较大的空间。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及时的回收这个对象，或者优化这个对象的体积。那刚才你也提到了，可以用缓存减少这个本身内存的占用，那这也是一种方式。行，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啊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你敢加粗啊？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叫 base 理论 ？BASE 是什么？说到 base 理论，我们肯定是要先说这个 CAP 理论嘛。CAP 里面这个 C 就是完了，有点忘了。